孙兄真是好福气啊！来小清宫喝酒，嫂子不但不生气，准备了解酒药，还派人来接他。孙兄夫妻间感情一向很好，真是令人羡慕。我送你吧。哦，不必了，沈兄，我还有些事，那我就此别过了。大人此地。王爷，您不是先回宅院了吗？不希望我来，难不成想让沈惊鸿送你回去？王爷，谁人不知沈兄心系公主？您怎么这样的脆齿？谁叫有些人总不把我放心上？哪有，明明很放在心上的。哎，对了，王爷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你今日跟我说的那些话，都是真心的吗？那烂桃花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呢？我说。哦，我明白了。王爷，您这是在说您自己呢？您不就是我的桃花吗？王爷，王爷。我想起来了。想起什么？那天在猎场，我对你想什么呢？我只是看你头发有点乱。王爷，我以为您真的想起来了，没想到竟是糊弄人呢。我只恨我没有早些想起来。若早些想起，我们或许能少走些弯路。火气这么大呀？你为什么要去找穆卓华道歉？为什么？明明是他对不起我，是他抢了我的心上人。你说话呀！你出去！你不是我哥，你偏帮别人。红月，我与穆卓华本是一甲同科，素来交好。他与定王之事，为兄不予置评，但改节之事，你确实不应该告状。你是在怪我了？穆卓华为官为人都尽善尽美，他是实实在在的好官啊。云云，你能不能别再惦记那镜中花水中月了？哥，你与嫂子幸福，
你体会不到我这种被剜掉心头肉的那种痛。那勉强有意义吗？鱼，这种痛时间久了，自然会淡去。陆院士，王爷，穆大人总算回来了，老夫已经等候多时了。陆院士可是找到了跟雪晨丹有关的线索？正让穆大人说中了，老夫在太医院耗了一天，真查到了，确实还有一颗血沉丹。啊，在哪里啊？在公主那儿，当时陛下还是太子，陛下怜惜公主幼年丧母，怕她留在定京会触景伤神，便将她送到镇国大长公主膝下教养。后来，公主要出嫁了，大长公主便将自己仅有的血沉丹赐予她，以作天妆。好，我这就去找公主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沈兄，咱们今晚还真是有缘啊！是啊。但是旧冬叶的收购储备已然要开始准备了。等到天凉了就来不及了。奴婢明白，公主，事情交给奴婢就行，您就先回府休息吧。本宫没事儿。风寒犯肺不过是权宜之计，公主，这是治标不治本呢。您还是应该好好的听医嘱，吃药休息才是啊。公主，我是遇到一件棘手的事情，我想求您帮忙。什么棘手的事儿？本宫定全力帮你。若是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也尽管开口。多谢公主，多谢沈兄。公主，我是想来求你手上的那颗血沉丹，去救一个人。血沉丹？这都是多年前的事儿了，你若不问，我都要忘了。只是，你那个朋友怎么了？是受了重伤吗？我这个朋友，其实也不算朋友，但是这个人他伤得很重，只有血沉丹才能救他。而且，如果他醒了，想来也会是一个意外之喜。若能救人一命，区区一颗血沉丹，又算得了什么？谢谢公主。王爷，没想到公主这个血沉丹真的很灵。这薛将军刚一吃下去，就有效果了。你喜欢这里吗？当然喜欢啦。以后，这座宅邸就是你的了。这是钥匙，以后这里的一切便听由你处置。那这宅子里的人也归我处置吗？你想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。
外祖父的书，没想到我外祖父被抄了家，还能留下书来。恭喜你啊！当年你外祖父被升为太医院长院，医术冠绝一时。传闻他有不少精妙医术，说不定你这书里就有。这束杏花，物归原主。这是我阿娘的手帕。这画应该是我阿娘小时候画的。看来外祖父真是疼她，任由她在医书上随意涂画。不对，那块手帕。这手帕有何不对？王爷，不是手帕，是这上面的杏花。小七，小七，过来！你干什么呀？太危险了！阿娘，我把你最喜欢的手帕掉到水里了。傻孩子，手帕哪有你重要啊？可是阿娘，这个手帕不是外祖父送给你的珍贵礼物吗？小七才是上天送给阿娘最珍贵的礼物呢。来，给我。哎，阿娘，这个手帕泡在水里这么久，为什么都没花呀？因为呀，它是用一种药水画上去的，所以是不会画的。哇，好厉害呀！阿娘，你会配这种药水吗？我也想要。阿娘以前会，可现在阿娘也不记得了。好看吧？王爷，您之前说我外祖父之所以被抄家，是因为有人想借云妃娘娘之死掩埋证据。这手帕上的杏花画得如此潦草，一看就是匆匆画上去的，而且用的还是遇水不溶的药水，为的就是长久保存。而我阿娘，她对过去的事情根本不记得多少，却偏偏对这杏花记忆深刻。你是说，这手帕许是你外祖父在抄家前夕，为了交代什么，匆忙画上去的，又特意嘱咐你阿娘妥善保存？没错，我阿娘对这块手帕如此重视，又对这棵杏树记忆深刻，想来肯定是外祖父特意强调过什么。王爷，这是报银针用的羊皮绢，肯定是我外祖父留下来的。王爷，你看，傅某研制还阳散，意在激发病患生机，然此药性霸道刚猛，适得其反。本欲销毁药方，
却被皇后周氏制止。后云妃娘娘难产血崩，傅某奉命救治，惊觉乃还阳散所致。傅某自知在劫难逃，留书于此，只盼有朝一日真相大白于天下。原本以为他是怕我功高震主，威胁皇兄的地位，才对我痛下杀手。如今看来，他对我竟无半分母子之情，从始至终都是逢场作戏。王爷，我母妃，苍梧军的3万将士，云翔月，甚至还有你，他人的性命，我南辰的江山社稷，在他的眼中皆是儿戏。若不是因为这封遗书，也罢，让本王彻底对他死了心，绝了念。王爷，天理昭昭，那些做过的错事，有过的冤结，总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到我们的面前。您追查的拒马河一案，也一定会有结果的。薛小棠，薛将军，看来你是认出本王了。5年前，拒马河畔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薛将军，你准备逃避到几时？是，你现在可以装聋作哑，可以后呢？你打算一辈子躲躲藏藏，一辈子提心吊胆，一辈子见不到柔家公主吗？娇娇，什么风景看得如此入迷啊？见过父皇。哎呀，你我父女又无旁人在，无需多礼。父皇，这里风大，要不然我陪您回屋去吧。父皇好不容易得空出来透透气，你却偏要把父皇往回赶。那皎皎陪您在这儿待上1刻钟。你呀，明明不用奔波，却非要陪父皇来次辛苦。谁让父皇总是不好好吃药的？可是最近身体又不适了。没有啊。那这药瓶？这药瓶原本装的是血沉丹。血沉丹，就是你皇叔之前服用过的救命药。我记得应该是最后1颗了，要给谁呀？皎皎也不知，是木郎中的一个朋友。穆柔华，你倒是慷慨。皎皎视他为挚友，他开口向我寻药，我能帮，自然是要帮的。真是善良的好孩子呀，和你娘一模一样。
父皇，这样也好。这良药再好，若不能救人，也是分毫不值。是啊，若是苍天有眼，让那个人活过来，也不辜负皎皎的一番苦心。薛将军，你知道救活你的血沉丹是谁给的吗？谁？是柔嘉公主。她跟我说，一定要救活你。虽然她并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，她还说，若是她的未婚夫婿在天有灵，一定会心怀深畏的。薛将军，你知道吗？柔嘉公主，她以为你死了，大病了一场。你要是这么继续藏匿下去，岂不是要她一生都无法释怀？你当真就不想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她面前吗？5年前，大军开拔的前夕，太后突然召我秘密觐见。你马上就是哀家的孙女婿了。定亲之前，哀家有几句话要嘱咐于你。太后请讲。定王非哀家所出，仗着军功在手，将苍梧军收为己用不说，还对陛下生出了异心。定王怎会如此？这其中定是有所误会。有没有误会，哀家心里清楚。你要做的便是帮朝廷铲除乱臣贼子，将他永远留在战场上。届时你有了赫赫战功，好回来迎娶柔嘉。臣遵命。凭借此令牌，周家人便可为你所用。随后，我找到了袁崇明。我跟他要的您的仙君图。袁副将赤胆忠心，你是不是使了什么手段？我与他妻女相携，他为保妻女性命，只得同意。我本以为可以回到定京，与公主成婚，跟她一起白头到老。可是事与愿违，还险些赔上了这条命。我奉太后之命，
带领周家的人一路追杀袁成明。为了避免暴露，我特意带上了备量特殊的武器银爪钩，眼看就要成事，却不料皇家暗卫突然出现。你中了游走针，为了自保性命，就自断一臂。没错，就是游走针。我带去的几乎所有人都死于游走针的剧毒之下。那些皇家暗卫是陛下派的。如果是太后派的话，不会连周家的人一起灭口。他们母子连心，做儿子的自然要替母亲善后。他不只想护着太后，还想保护我。皇兄，他希望我能息事宁人，以免我与太后针锋相对，不死不休。王爷，宫里来人了。来得正好。